隆重举行。欢迎诸位来到日月帝国名都大赛会场。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由本亲王主持，有请参赛的167支各学院和宗门代表队登场。东儿，你的商业头脑这么快就帮唐门取得了开门红。刚刚那2位公主递了消息过来，以后每个月唐门供给他们各10架诸葛神弩炮。东儿，这是你谈下来的，以后就由你负责吧。宇浩，我养伤期间，比赛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哇，这么多参赛队，比上一届大赛规模大多了。最后即将登场的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代表队。全大陆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实乃千古难遇之盛事。摄政王妃。摄政王，看来这位太子下一步就是登基为帝了。 那是龙皇斗罗龙逍遥，他竟然也来了，还护卫在徐天人左右。看来我们的猜测没有错，日月帝国果然与圣灵教狼狈为奸。99级的至高存在站对日月帝国，看来斗罗大陆的局势已经非常微妙了。 日月帝国的子民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我代表摄政王殿下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时，我代表摄政王殿下宣布，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现在开始。 Let's go!
仲卿，入座吧。欢迎各位，我是本场的裁判。预选赛阶段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对阵屠龙宗，个人淘汰赛。双方队员入场。来自斗灵帝国的屠龙宗战队。不怎么样啊！哎，真是。全场以隆重的掌声有请来自日月帝国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战队。第1场比赛本该是上届冠军率先登场，主办方居然明目张胆把史莱克学院换成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本届大赛的赛制是每场比赛由1轮个人淘汰赛和1场团战组成。个人赛7场获胜，总计7分；团战计5分。也就是说，只要有1队个人赛开场1穿7，团战就不用再打了。奇怪，魂导师明明在团战上优势更大，日月帝国怎么会颁布这样的比赛规则？个人淘汰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孟红尘对战屠龙宗风慎。孟红尘，日月帝国算盘打得不错嘛。按照往届大赛规则，揭幕战是要上届冠军出赛的，但上届的冠军史莱克学院却首轮轮空，自然就由他们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大显神威了。日皇魂王，这个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比赛开始。斗罗大陆宗门林立，这些宗门往往精于同一种武魂的修炼，因此更容易培养出强者。等等，你们看，个人赛第1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请屠龙宗派出下一名队员。比赛开始。预选赛第1轮，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胜出。1穿7，那个孟红尘气力实现了1穿7的壮举。而且他的对手屠龙宗并不是弱队，有2名武魂魂王压阵，在他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这一届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比5年前更强了，他们对冠军势在必得。唐门的首战在明天，我们再看看首轮其他对手的表现。允许宗门参赛后，这届大赛全乱套了，1半的传统强队被宗门队伍淘汰了。有意思的是，维纳和暮雪明明是天魂帝国皇室成员，却代表一个叫血魔宗的宗门出战。这次大赛，宗门战队的实力普遍高于学院战队，更加显得揭幕战轻松取胜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实力恐怖了。
你们似乎对孟红尘、伊川七并不怎么意外。红尘兄妹作为交换生进入史莱克的那段时间，我跟他有过几次切磋。他虽然是魂导师，却在武魂修炼上极具天赋，学院也不藏私，所以他在学院3年，武魂修炼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而且他隐藏很深，我们是探不出他实力的极限。他的实力，我估计已经有65级了。你们在这里啊？孟红尘，你们怎么不是代表史莱克学院比赛啊？真是让我好找。你找我有事？我从组委会那里查到，你们这一次是代表唐门出战的。唐门？不就是4000年前被我们日月帝国击溃的古老宗门吗？他还没消亡呢。你胡说什么？那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唐门的实力。冬儿，我们走。你是霍雨浩？你怎么？4000年前投降的是日月，4000年后被唐门踩在脚下的也将是日月。不信，你可以试试。冬儿，不会说话就闭嘴。真可惜，我还期待本届大赛跟霍雨浩再战一场呢。现在他已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裁判，比赛结束了。个人赛第1场，唐门胜出。下一个谁来？那是西北3大天王之首冰天雪女。原来当初伙同本体宗偷袭明阿堂的，就是那霍雨浩。冰天雪女的状态有点奇怪，不像魂兽，也不是魂技形态，这中间肯定有蹊跷。有请地龙门下一位选手登场。求求我爱你！我叫南秋秋，地龙门少门主，也是战队队长。唐门霍雨浩。你这是欺负残疾人！冰地之鳌首，你还装弱者？七尺之冰被火焰融化了，难道这不是火焰，是泯灭？能够消除一切属性能力的泯灭能力。泯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武魂能力，它能够在命中对手后分解对手的属性能力，从而达到破坏效果。泯灭之光，精神干扰。我可不依你这个坐轮椅的。你要是输了怎么说？输了，我的宗门都跟你姓。那个小女孩的武魂是拥有泯灭属性的胭脂龙，简直是天生的邪魂师。泯灭之光，连击！怎么回事？我明明瞄准了呀！是精神系的攻击扰乱了我的判断。精神干扰，泯灭之光无论多么无解，打不到我就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就扫射全场。
干扰是100万年魂技，避开你的攻击简直轻而易举。霍雨浩，你确实很强大，但是我的武魂专克你的这些召唤技能，你赢不了的。泯灭之掌，雪地3绝之地掌，大寒无雪。为什么？泯灭可以分解所有魂技属性，泯灭之掌你不可能挡下来的。所谓分解，也是会消耗魂力的。我刚刚施展的大寒无雪，魂力何其雄厚，能将其分解，已经是你泯灭之掌的极限。再想伤到我，却是痴人说梦。就算你能接下我的泯灭之掌，魂力也早已耗尽了吧？再来一记泯灭之掌，看你怎么接！这招是模拟。还要继续吗？我认输，剩下所有比赛，地龙们认输。他认输了，那掌也实现了遗传系的壮举。霍雨浩遗传技，霍雨浩遗传技！王妃，你可知那霍雨浩那个召唤兽是何种魂技？臣妾不知。他曾与你同在宣子文门下学习魂导器，你会不知？他调查过霍雨浩，我与霍雨浩相处不到半个月，对他了解实在有限，只知道他拥有伤身武魂。殿下，此子不能留。那个召唤兽就是明德堂失窃的10万年魂兽胚胎。霍雨浩在上届大赛就是冠军队员，当时他只有3环魂尊实力，却已经展露锋芒。此后作为交换生加入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魂导器上展露出惊人的天赋，更在返程途中侥幸逃过龙皇前辈的截杀。放任他成长下去，必然会成为日月帝国的一大隐患。原来就是他从龙前辈手下逃出升天。经过上一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167支参赛队伍中有84支队伍进入淘汰赛第2轮。今天将进行淘汰赛第2轮，规则跟第1轮一样，个人战加团战。蝉联冠军多年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将在今天的第1场比赛中登场，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淘汰赛第2轮第1场，史莱克学院战队对阵天甲宗，双方队员请上场。天甲宗碰上史莱克，也太帅了！我们想跟史莱克战队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他们想直接进团战，说明个人能力弱，团体战斗力强。无所谓，反正我们都会赢。周老师赛前对他们的能力有所研究，不管是个人战还是团战，我们都有绝对优势。既然他们提出诉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裁判，
我们同意。双方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请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后撤摆阵。这是7位一体组合技，难怪天甲宗只想打团战。这下有意思了。第4魂技天甲阵。7宝有名，1曰速，3曰力，5曰魂。他们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他们收敛了自己的骄傲，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缺了霍雨浩，史莱克学院依旧很强大。真正令人恐惧的，应该是他们。淘汰赛第1轮第83场对决，由圣灵宗对阵天都学院。圣灵宗获胜。这个圣灵宗实在太邪门了。希望我们不会过早碰上他们。请个人赛第1场参赛队员上台。哇，竟然是个美女！这铁剑门不会是研究过我们吧？怎么知道对付3师兄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个美女出场？美女你好，我是唐门的徐三石。我是铁剑门的王承熙，还请师兄手下留情。一定一定，师妹的头发保养的可真好。这可不能乱摸。你们2个还比不比赛？待会儿见。
比赛开始。6环，竟然是6环红帝！这是剑与盾的对决，来吧！好漂亮的压剑，腾跃反击，玄冥阵。看家好晕啊！你这家伙真不知道怜香惜玉。好了，美女，要不你直接下场，省得怪我不怜香惜玉。不如你直接下场，这样我们还能做朋友呢。玄冥之冠，太恶心了，我可不敢跟你做朋友。地武魂技，美杜莎之凝。美杜莎之凝，号称能够让一切石化的技能。三师学长，不可能！我的美杜莎之凝怎么失灵了？玄武乃是龟蛇组合，水属性最顶级的武魂，你竟然敢用蛇武魂来对付我？还来！玄冥盾阵！玄冥阵！还不认输？以后好好修炼，做个好人。下一个，我才是裁判。个人赛第1场，唐门胜。铁剑门下一位参赛选手，请上场。师姐晕了，等下我们团战怎么办？不用考虑那么长远，你们个人赛赢不了。个人战唐门7比4获胜，双方进入团战。个人战每人获得2场胜利就故意认输，唐门明显在隐藏实力。宇浩，原来这次来名都参赛，你给娜娜安排了一个秘密任务。这几天，我和名都3大黑市都接触过了，他们都不愿意卖稀有金属给我们。听说他们组织了一个地下魂导器大赛，所以也急需稀有金属。你详细说说。比赛在3大黑市：溪水盟、平凡盟和
和奥都商会分别进行，最终每个赛区的冠军会再进行总决赛。吸水盟，听上去跟那个神秘的邪魂师叶溪水有关。因为叶溪水，穆老跟龙逍遥曾有过几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他在100年前就已经是威震大陆的超级斗罗，而且他堕落成了邪魂师。听说吸水盟跟圣灵教有关，看来这个比赛我一定要去参加了。今天晚上3大黑市进行资格赛，30岁以下所有级别的魂导师都可以参加。那我们就去参加吸水盟的资格赛，一来可以打探吸水盟的底细，二来可以更好的观察大陆魂导器的发展现状。大家保持警惕，小心行事。淘汰赛终于结束了。参赛队伍扩编后，我们都打了好几场，真给我累了。累什么累？你的出场时间是最少的。抽签开始了。循环赛小组分组抽签，现在开始。循环赛第1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日月国冠就在日月，日月国冠就在日月。史莱克学院，上届冠亚军居然同组。唐门。什么？我们跟日月和史莱克被分在了同一组。看来日月帝国是连演都不准备演了。日月战队和史莱克战队2大夺冠热门，竟然在循环赛就要碰头，这下有好戏看了。而且还有唐门，还真是死亡小组。唐门在淘汰赛表现还不错，但只是个小宗门，连预备队员都不够，恐怕会输得很惨。循环赛每组只有2支战队能最终出现，我们3家必然有一家会被淘汰。日月帝国作为主办方，完全有能力在赛事安排上动手脚。他们肯定以为自己能占掉一个出线名额，就想让唐门和史莱克自相残杀。妥妥的黑幕啊！别急，这对我们未尝不是好事。走，我们回去说。第2轮循环赛今日开赛。各位观众，随着惊险刺激的淘汰赛告一段落，我们迎来了更为精彩的循环赛。下面有请本轮交战双方入场，唐门战队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战队。好久不见啊，各位！想不到你们一路磕磕绊绊也进去了，我还担心这届比赛碰不到你们呢。是啊，
我听说你们战队上届大赛上被我们重创的几名队员已经提前走完魂导师生涯，改行卖鱼蛋了，真是可惜。你们有空替我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啊，钱算我账上。循环赛第1场，唐门王东儿对阵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10星，比赛开始。这笔账我们今天就算清楚。算账，看你有多少斤两了。魂道护照。按照本届大赛的最新赛制规则，比赛前双方上报7位参赛人员名单，中途不能替换。不好！铁石斩！我的手！所以，我们要在个人赛上摧毁对方战力。唐门战队对日月战队，个人赛第1场，唐门胜。打残他们！记住老子的名字，周星浩。人送外号“封号之王”。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保住那张漂亮脸蛋。比赛开始。震荡弹，这么近的距离，他不怕把自己的心脏震碎吗？不，无敌护罩的保护效果仍在，震荡爆炸的效果会全部落在东儿身上。算盘打得不错，可惜回眼一过，你低估了东儿的实力。个人赛第2场，唐门胜。老子不可能输！去死吧！东儿小心！我的眼睛！这是犯规！这算什么比赛？居然偷袭，违反比赛规则，果然不要脸！哼，规则，老子就是规则！安静！裁判大人，刚才胜负已分，对方选手却故意偷袭，我们唐门需要一个解释。我以本场的裁判的身份决定，你场外干预比赛，出局！分明是你偏袒日月的队员。他在场下偷袭东儿，你熟视无睹。你也出局！判罚不公平，太卑鄙了！太不公平！怎么能这样呢？啊！唐门战队藐视裁判，本轮比赛直接判负。你敢！总裁判大人，老夫正战，分号不破，
为本次大赛总裁判长。不破斗罗正战，他居然是这次大赛的总裁判长。老夫裁定，取消周星浩的参赛资格。你身为裁判，却屡屡做出错判，毫无职业道德，取消本届大赛裁判资格，立即驱逐出场。后续比赛由老夫亲自主持，非本次出场选手，请即刻离场。裁判长大人，能否让我方选手先行离场治疗？冬儿，你怎么样？我没事，幸好班长及时出手。二师兄，接下来换你上场了。放心好了。请双方选手注意分寸，比赛开始。7级穿刺炮，你竟然能使用7级魂导器？不可能！你可以试试7级穿刺炮的威力，需要多少个无敌护罩才能防御？